洛马将 F-35 升级6代机，达到 F-47 的 80% 性能，价格砍半。俄军第51军火库爆炸，远程打击能力持续削弱。俄再次止步不前，复活节30小时停火结束，乌克兰拒绝领土换和平。咱们一个个来看。据战区网站4月22号报道，洛克希德马丁公司首席执行官吉姆·泰克莱特在4月21号的公司财报会议上突然宣称，我们将利用下一代空中优势的技术成果，给 F-35 进行6代化改进，让 F-35 以 F-47 一半的价格实现 F-47 80% 的性能。除此之外，洛马公司还表示不会对 NGAD 项目授予波音一事进行抗议，他们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升级现有的 F-35 和 F-22 上。如果 F-47 不能投入生产，他们才可能会介入。对于洛马为何不抗议一事，战区网站解释，该公司还有许多其他产品要卖给主要客户。美国联邦政府，尤其是 NGAD 计划中的许多子系统，从无人系统到武器弹药到信息化指挥结构，洛马需要和联邦政府保持良好关系。而作为监管部门的美国政府问责局对 F-35 Block 4升级超支问题表示担忧。Block 4升级预算争议高达150亿美元，洛马公司在项目管理和成本控制方面存在不足，导致预算超支严重，这给洛马公司带来了巨大的压力，迫使其重新审视项目计划，优化成本结构。同时，国会军事委员会也对工厂积压问题提出了质疑。自2023年7月美国空军暂停接收新机以来，洛马工厂内已经有超过100架全新的 F-35 无法交机，这不仅造成了军事资产的闲置，还引发了财政和安全方面的担忧。国会军事委员会要求美国和洛马丁公司尽快解决交接问题，合理安排生产和交付计划，确保纳税人的钱得到有效利用。在这种采购政策博弈下，洛马丁公司需要在满足军方需求、控制成本和提高生产率之间找到平衡。除了与美国政府的人情世故问题，咱们从技术可行性来看看 F-35 升级的可行性。洛马 CEO 吉姆·泰克莱特提出的底盘概念为实现这一目标提供了思路。他认为 F-35 的基本底盘具有高度适应性，可将 NGAD 项目下开发的新材料和新对抗措施等技术应用其中，使其获得纳斯卡升级版。根据美国空军以往装备更新来看，在6代机尚未完全成熟的情况下，对 F-35 进行升级改造是一种务实的选择。通过将 NGAD 技术融入 F-35， 有望在控制成本的前提下大幅提升其作战能力，使其在未来空战中保持竞争力，逐步实现从5代机向第5代加战机的跨越。值得一提的是，前空军部长 NGAD 战斗机的教父弗兰克·肯德尔在1月份表示他喜欢这个想法。战区评论称，这大有可为，因为 F-35 和 F-22 已经生产了超过1300架。而具体到 F-35 如何拥有 F-47 80% 战斗力一事上，吉姆·泰克莱特没有透露太多技术细节，但表示美国政府已经开始投资 F-35 的升级计划，其实就是咱们前面提到的 Block 4升级。这位 CEO 委婉地表示，我们公司有7万名工程师和科学家一直在研究非常有趣的东西，一些第5代加解决方案集已经由美国政府和 F-35 项目本身资助，有一些组件其中一度是高度保密的，所以我不能详细说明。而谈到具体的子系统上，他表示洛马正在将雷达和被动红外传感器上下功夫，希望 F-35 会有最好的雷达和红外传感器，只要能够达到更好的隐身效果。在财报会议上，这位洛马总裁还传达了川普指示，我们不想再有狗斗这样的空空作战了，就像我之前说的，在他知道我们在哪里之前，我们就先杀了他。除了大家对 F-35 升级看好外，我们也要注意存在的问题，如 F-35 项目规划了50年的服役期，复合材料老化周期对机身寿命的影响成为关键问题。若不能有效解决老化问题，可能需要提前更换机身部件，增加维护成本和停机时间。人工智能空战算法的伦理风险也不容忽视。在空战中，人工智能算法可能做出一些难以预测的决策，如误判目标、过度攻击等，这些决策可能导致无谓的损失和国际舆论压力。在 F-35 长达50年的服役期内，如何确保人工智能空战算法的安全性和可靠性，也是需要解决的重要技术悬念。总体而言，这家全球最大的国防承包商目前已加倍投入 F-35 战机研发，但在不久的将来，这款战机的外观可能会与现在大不相同，至少在概念上是如此。至于洛马是否能将 F-35 项目升级成为能够应付未来威胁量身定制的新设计，将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我们拭目以待。
4月22号，莫斯科以北约60公里位于弗拉基米尔州扎尔扎吉区巴尔索沃镇的第51军火库发生大爆炸。该军火库隶属于俄罗斯国防部导弹和炮兵总局，据称存放有包括防空导弹和弹道导弹在内的大量弹药，最大存放量接近28万吨，但现在仅存放了 10.5 万吨。即便如此，爆炸也足够猛烈，发生了大规模的殉爆。俄罗斯政府已经疏散了距离军火库5公里范围内的多个村庄，而距离军火库至少50公里的地方都能看到爆炸后产生的烟雾，甚至是蘑菇云。据俄媒 ASTRA 报道，俄罗斯政府已经下令禁止当地居民拍摄军火库爆炸的照片和视频，但这么猛烈的爆炸根本掩盖不了。卫星照片已经证明第51军火库发生了大面积火灾，而俄罗斯政府和俄罗斯官方媒体也报道了这一爆炸。按照弗拉基米尔州州长阿夫杰耶夫在电报上发布的消息，第51军火库是因为操作爆炸物时违反安全规范引发起火，进而导致弹药爆炸。所幸此次事件未造成人员死亡，但有4人受伤。俄罗斯国防部也表示，俄罗斯防长别洛乌索夫已经成立了以副防长安德烈布雷加为首的调查委员会，彻查该事件。调查后，相关责任人将被依法追责。截至撰文时，尚未看到乌克兰方面回应相关消息，没有承认与第51军火库大爆炸有关。不过，乌克兰反虚假信息中心主任安德烈科瓦连科表示，考虑到周围的安全情况，第51军火库是最难打击的目标之一。俄罗斯国防部导弹和炮兵总局下属的军火库成为了乌军的重点打击目标。近几个月来，该局下属的第719炮兵弹药基地、第67军火库、第107军火库、第23军火库陆续遭到袭击，再加上刚刚爆炸的第51军火库，保守估计俄军也损失了至少10万吨弹药，其中还有不少昂贵的防空导弹和弹道导弹。俄军的炮兵火力优势持续削弱，俄罗斯的炼油厂、油库和军火库对乌军来说是最为肥美的目标，很容易引发连锁效应，造成严重破坏。现在仅仅是自杀式无人机就如此有效，如果乌军投入远程对地攻击导弹，后果不堪设想。最重要的，远程导弹的速度和突防能力远超自杀式无人机，到时候俄军会有比炼油厂、油库和军火库更需要保护的目标。乌克兰军方宣称，在30小时的复活节停火期间，俄罗斯军队在运送弹药、补给、撤离伤员和货物的同时，通过炮击阻止乌军也这样做。不过很显然，30个小时并不能做太多事，尤其是向前线输送足够的人员和资源。停火结束后，俄军在波克罗夫斯克方向发动了全线进攻。乌军霍尔蒂察集团发言人维克托·特雷古伯夫宣布，俄军切断第聂伯河彼得罗夫斯克到波克罗夫斯克高速公路的企图被挫败，目前正从波克罗夫斯克西郊慢慢后撤。在库尔斯克，乌军总司令希尔斯基表示，俄军并没有因为复活节停火就停止在那里的行动，反而加大了进攻力度，试图将乌军赶出库尔斯克，并夺取苏梅边境地区。但俄军的计划遭到了我方乌克兰国防军部队的阻击，他们以积极行动再次挫败了敌人朝这个方向的进攻。俄军要在进攻中取得进展，有2个因素不可或缺，即足够的兵力优势和火力优势，后者尤其指的是炮兵火力优势。这也是历史上俄军、苏军在面对像样对手时的特点。但现在俄军现在的优势已经不够了，甚至因为兵员素质和炮兵精度等因素，在部分战线上反而不占优势。在可预见未来，除非乌军犯下严重错误，俄军已经很难再像之前那样不断拿下乌克兰的战略要地了。不过乌军目前依然缺乏发起大规模反攻的能力，而俄军的进攻能力则持续下降。如果从克攻的利益来看，这种情况对克攻显然是不利的，他们需要持续的胜利。俄罗斯军事专家在电视上也表达了类似不安。在评估了俄军惊人的损失和可疑的战术后，这些俄罗斯专家们怀疑克攻对战场上发生的严峻现实一无所知，也证明了俄军体制决定他们能做的改变很少，不能像乌军那样进行根本性改革。至于说克攻对前线情况一无所知，那就低估克攻的智慧了。即便是没有情报机构的报告，仅仅看俄罗斯互联网上那些来自前线士兵的视频，就很轻易知道前线发生了什么事。问题在于，没人愿意也没有能力改变这种情况，甚至没人敢声援这些前线士兵。还有一件事也可以看出，克攻对前线情况的了解情况，
多位高级军官都曾公开呼吁俄罗斯国防部或者克宫关注前线面临的严重内部问题。甚至瓦格纳前首领普里戈金在死前都曾为前线俄军发声。俄军最能打的部队第58集团军前司令伊万波波夫少将曾就此问题公开抨击过俄军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大将，然后很快就因贪污被判刑入狱。现在据说被送上前线去当风暴 Z 指挥官了。这位波波夫将军与俄军其他高级军官有什么不一样吗？能当上第58集团军这支俄军中另类部队的司令，本身就说明了其素质，自然也入了克宫的视野。仅仅因为批评前线俄军内部问题就获得如此下场。华尔街日报援引西方官员的话，爆料了川普和平计划的最新版本，包括停火，美国承认克里米亚属于俄罗斯，扎波罗热核电站成为美国控制下的中立地区，拒绝乌克兰加入北约，美国不承认俄军对顿涅茨克、卢甘斯克、扎波罗热、赫尔松和哈尔科夫部分地区的控制，但也不要求俄罗斯从这些地方撤军，没有对乌克兰的任何安全保障。该计划据称已经在巴黎谈判期间交给了乌克兰政府。乌克兰与欧洲合作伙伴进行了讨论，如果乌克兰同意，计划将被递交给克宫；如果乌克兰拒绝，美国将退出谈判。这份计划看起来相当有利于俄罗斯，不过塔斯社的报道显示，俄罗斯有更多要求，尤其是领土方面的要求。莫斯科任命的赫尔松州州长萨尔多宣布，第聂伯河右岸的回归对俄罗斯来说是非常重要和绝对优先的。乌军在右岸的存在阻碍了第聂伯河航运，并不断攻击俄军，因此必须将第聂伯河穿越赫尔松、扎波罗热和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的地区完全置于俄罗斯控制之下。目前俄军又控制了赫尔松和扎波罗热的第聂伯河左岸地区，大量俄罗斯官员要求乌克兰将扎波罗热州和赫尔松州全部让给俄罗斯。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顾问谢尔盖·列先科回应了此前美国计划承认克里米亚属于俄罗斯的传言。乌克兰在结束战争的谈判中没有与其他伙伴讨论领土完整问题，因为这违反宪法。所有参加沙特或法国会议的谈判代表都明确表示，乌克兰领土完整问题根本没有必要讨论，这是乌克兰宪法所规定的。至于乌克兰加入北约，尽管北约内部对此存在不同意见，但克宫依然高度赞赏了川普。克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对川普的表态感到满意。我们从华盛顿各个层面听说，乌克兰加入北约是不可能的，这将威胁俄罗斯的利益。川普政府近期暗示乌克兰需要做出领土让步才能加入北约，变相认可莫斯科的势力范围逻辑。乌克兰则强烈谴责这种将主权国家视为棋子的冷战思维。好了，今天的新闻就说到这儿吧，我是大兵，我们下期节目再见。